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这一章我们要一起解读《道德经》第62章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，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，而是制度建构下的人类社会，法律、权利、伦理、资本这些层层叠加的结构，把每个人都包裹进了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存在感之中。我们努力适应规范，追求上进，讲求规则，也不断用成败来判断人的价值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最根本的那个东西，就是支撑一切人类秩序和行动的根源？老子在《道德经》第62章中再次把目光投向了这个核心。他开篇即言：道者，万物之奥，善人之宝，不善人之所宝。在这短短一句中，实际上已经指明了道的本质、作用以及它对不同人群的包容性。所谓万物之奥，是说到不是显赫的表象，而是深藏于万象背后的根本依据。正因为它深奥、微妙、不易察觉，所以才是支撑万物运行的核心力量。而善人之宝，不善人之所宝，则是对道之普惠性的最佳注解。无论一个人是否善良，道都不加分别，善人以道为依归，不善之人也能凭借道的力量获得庇护。这种无条件的包容，正是道超越世俗功利尺度的体现。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，这一章对我们当代社会秩序建设的启示尤为深刻。现代社会常常追求效率、规则、制度化管理，这本无可厚非，但也极易滑入一种单向度的治理思维之中，那就是只讲善罚恶，只看结果，不顾过程。而老子指出，道不抛弃任何人，他既是善人的珍宝，也是恶人的依靠。这就像今天的公共政策设计，不应只是以讲优惩劣为原则，而要充分考虑到每一个人，哪怕是失败者、错误者、边缘者，都有其存在的价值，值得被保护。这不意味着纵容恶行，而是强调制度设计中要有余地、有温度、有回转的通道。譬如刑法中设有缓刑、教育改造，社会福利制度中考虑最低生存保障和再就业支持，这些制度性的安排，恰恰呼应了老子所谓不善人之所宝这一思想。在当代社会中，制度往往以中立、理性自居，但真正良好的制度不能只是冷冰冰的规则拼图，而必须内嵌一种接纳差异、包容不完美的人性逻辑。老子说人之不善，何气之有，正是这个意思。在现代社会治理语境下，这句话应当理解为对社会容错机制的呼吁。没有哪一个人是完人，也没有哪一种制度可以一次性把人完全改造为理想状态。因此，一种真正遵循道义的社会制度，应当有能力应对人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，能够通过教育、引导、调节等方式，使人即使一时偏离正道，依然能找到回归的通道。从自我修养的角度来看，第62章对个体的启发同样不容小觑。道不是圣人的专利，而是一种每个人都可以依靠、都可以运用的根本原理。这就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尤其是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，不能陷入自我标签化的陷阱中。很多人总喜欢划分自己是好人或坏人，有人自认为善良就变得骄傲，有人因为做过错事便自暴自弃。然而，老子说，道对一切人都开放，他既不会因为你曾善而偏袒你，也不会因为你犯过错就将你排除在外。这是一种深层的平等观，也是一种对自我持续修正的信心之源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内心冲突，比如做了错事之后的悔恨、不安，
或者是因为在群体中不被接纳而产生的自我怀疑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能够体认到道之所以可贵，正在于它始终存在，始终接纳，不设门槛，就能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自我修养。真正的自我修养，不是把自己雕琢成一个没有缺点的人，而是能在不断犯错和修正中，仍愿意与道为伍，不抛弃自我。更进一步的看，这章还涉及了语言与行动的力量。美言可以世尊，美行可以佳人。在当代语境中，这句话提醒我们，言辞的力量不容低估，它既可以换来社会地位，也可以影响他人对我们的看法。但仅仅停留在言辞是不够的，真正有力的还是行动。今天我们面对的信息社会，人人都可以说话、表达、评论，似乎人人都掌握着语言的力量。但老子强调，美行可以佳人。这个佳既是影响他人、提升自我修养的路径，也隐含了一种社会价值的增益逻辑。比如在家庭关系中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往往不是靠讲道理，而是靠行为示范。在职场中，一个有道义的领导者，其真正的影响力，也并不来自他发表了多少漂亮的讲话，而在于他在关键决策时的言行一致，是否真正关心团队、关照基层、承担责任。这些行动本身，才是真正能够让他人信服与尊重的根源。再进一步，老子说：“故立天子，制三公，虽有拱璧以先驷马，不如坐尽此道。”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讽喻式表达，指出在古代的权力礼仪中，哪怕是最贵重的玉器、最尊崇的出行排场，也不及直接奉行道来得重要。这句话在今天听来，仿佛是对当前权力结构的一种深度反思。今天无论是在政府治理、公司管理，还是家庭层级中，我们常常会看到形式上的权威感与表象上的排场，但真正让人心服的，从来都不是这些外在的形式，而是背后是否有道义的支撑。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场景，一个高级管理者，如果只是靠职位压人、制度约束员工，虽然能短期内维持秩序，但长久来看却难以凝聚人心。反之，如果他的决策和行动始终符合道的逻辑，即关心整体、尊重个体、兼顾长远，即便没有太多的权力象征，他也能真正赢得团队的支持。这就是所谓不如坐尽此道。最后，老子以一个反问句结束了本章内容：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？不曰求以得，有罪以免邪，故为天下贵。这句话可谓全章点睛之笔。他在这里指出，道之所以珍贵，正在于它具有实用性的宽容和灵活性。在古代，道不仅能帮助人实现目标，还能在有罪的时候得以赦免。在今天，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，道能够帮助我们在困境中找到出路，在错误中找到反省的空间。这种柔韧与包容，才是它超越一切其他工具性手段的根本原因。从公共制度建设到个人修养，从家庭教育到组织管理，到提供了一种穿透结构与心理的深层逻辑。它不是冷冰冰的准则，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可以被实践、被体会、被内化的根本秩序。在今天这个充满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社会背景下，理解这章的要义，实际上就是理解我们如何在多元纷杂中找回一种稳定、自洽、能够持续进化的生存之道。而接下来的第63章将更进一步深入地讨论如何在行动之中把握道的精神。它将带领我们思考，如何以无事为有事，以无为为大治。这一章将不仅挑战我们对行为效率的传统认知，更会揭示一种悄无声息却极其强大的行动智慧。敬请期待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
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